眼山看，混耕荒野，苦苦千堆。有一只被饭局当鲜肉轻浅，普通天长街，筑不朽的执念，千战血也战，万人泪。星火低飞，长举鬼魅，天地同辉。山峦苍生，势不可碰的软肋。同往莫折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于心无愧，深情改天位。试问九天生根何为？疾风作悲，我不归。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。心当何为？抽刀书写，纵马相会，我无悔。欲往实现，重现日月，换人间幸会。世有战鬼族，不遵天道，不敬神明，遭诸神厌弃，降下神罚五不全，血沸癫狂，没有痛感，不可安眠，不可变色，万物入口皆为腐蚀。神罚刑期1000年，可临期之时，天体斩断，神灵消失。战鬼族人为求解脱，寻来剑木灵种，欲再造天庭。然剑木乃天生神物，非万载岁月不能成材。战鬼人遂欲献祭半数生灵性命，催熟神术。此举有悖天道，引得人族与有狐族联手反抗，最后才在有狐族大祭司元仲和人族仙门的带领下，彻底灭杀了战鬼人。大道50，天元49，人遁其一。战鬼人若想转生为人，也未必只有登天寻神这一条路径。只要剥皮削肉、剔骨换血剜心，便可再世为人。然五官凶险，战鬼人须得与至亲家人结下血契，方能在濒死之时挣得一线生机。尊驾便是新仙子吧？在下道行地位，当不起仙子之称。仙子谦虚了。你是这儿的捕头？对，在下楚英。宋婆将情况都与你说了吧？啊，但说的并不详细。无妨，咱们进去说。请。新仙子回来多久了？也没多久。是特意为这事回来的，还是另有公干？公司兼顾，顺便为之。哦，新仙子久未归家，想来有很多事要忙。要是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，保证随叫随到。啊，您不用这么客气。要的要的。如今战鬼人都死绝了，这世上论身份尊贵，除了有狐族那群仙人，就剩尊驾这种修行者了。连帝王将相都得往后靠靠。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大大的不一样。嘿。这里条件简陋，新仙子别介意，小心。老陆，新仙子到了。哎，新仙子太客气了，来了还给你带礼物，哟，还是福香巷的宋记糕点。哎，这不是给他的，这是给我婶娘的。她老人家年纪大，牙口不好，这家糕点质好松软可口，适合老人家。而且每日只卖1上午，现在已经卖没了。要不我下次来再带给你。坐吧。这位，新鞋庄的新梅新仙子。新鞋庄你知道吧？12大仙门之一，曾追随过有狐族大祭司，
在平湖之战一举消灭战鬼全族。掌门人新雄乃是大成期修者，如今呢，宗门只有2位弟子，新仙子便是其中1位。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是个高手啊，的确厉害。这位是陆怀，陆大人，是我们魏县的前任县尊，行武出身，浴血多年，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军功，实打实的因公出世。现在，现在你知道的。反正呢，这桩好事是你们2位的，要不你们自己聊。好啊。好，多谢捕头大哥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，有事叫我。新梅。怎么写？新梅是这个梅，我还以为是画眉的眉。都差不多。你看起来很年轻，相貌也不错，又是个修行者，为什么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人啊？嫁给我这样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囚犯？我命不好。命不好？我刚一出生，算命先生就说我是寡秀孤臣的克夫命格。小时候家里给我定了一门娃娃亲，结果不到1年，被家的孩子就夭折了。后来我入了仙门，师父有意撮合我和紫盖山的师兄，结果定亲不到半年，那位师兄就走火入魔，生死道消了。所以有高人说，我一定要成3次亲，才能化解我身上的煞气。所以，你有心上人了啊？你想借我的死，去除掉你命中的煞气，好让你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对吗？我的确很适合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成亲？我的亲人都不在了，我也快死了，还没娶过媳妇。我怕我死了之后，没有人记得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连个香火纸钱都收不到。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怎么样？合你的心意吗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这就是一个交易。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，等你决定好了再来找我。只不过你要考虑的快一些，我的刑期马上就要到了，等不了你太久。新仙子，不是我诓你，整个大牢，论学识样貌，再没有比陆大人更适合你的了，也没有比他刑期更近的。不瞒你说，也就这个月的事儿。他究竟犯了何罪？为何要被处以极刑？这个嘛，要我说呀，就算你们成了亲，也没有几天的缘分，实在不必了解过多，免得徒增烦恼。这不按你的要求，死刑犯、罪大恶极，没几天活头了，这不都全了吗？啊！你这次回来，可有落脚的地方？去我婶娘家，她就住在这附近的甜水巷。唉，有亲人好呀。我未入仙门时，家中就属婶娘与我关系最亲。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，正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尽孝。大姑娘，你回来了。新梅，修行者。
沈娘，我是新梅，我回来了。六哥，那位的案子怎么说啊？真没救了？你也不看他犯什么事儿了，谁敢救？那他还有亲人吗？哎呀，说是爹娘早就死了，也没个兄弟姐妹，连房媳妇都没娶，这辈子过得真是够糟心的。那他这也不能在大楼里娶媳妇儿啊。使银子使到位了呗，锄头一手办的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来，六哥，咱喝酒，来。那鸟又飞回来了，它一直盯着你呢。快快快！例行公事。他姓辛，新鞋庄的掌门辛雄也姓辛。对啊，不过没有血缘关系。他天赋不错，先天道体，乃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。当年辛雄下山游历，路过魏县，碰巧遇见他，便把他收入门中了。先天道体，他多少岁啊？具体多少不知道，不过他父母和亲人都老死了，只剩下一个90多岁的婶娘，想来不年轻了。他到这个年纪了，又是先天道体，为什么只是练气期的修者啊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哦，对了，他的生辰也是9月初9。9月初9。当年风道人窥晓天机，发下2道预言，一是说这世间将迎来灭顶之灾，二是说9月初9那日出生的人，便是济世之人。自那日起，各大宗门便收生辰为9月初9的弟子，并称其为天骄。新梅就是新鞋庄的天骄。他看起来可不像是天骄的样子。嗨，同一天出生的人多了，难道都是济世者吗？反正啊，他想找一个倒霉蛋成亲，你则想找一个修仙者做娘子，这不是天作之合吗？踏踏实实等着吧，行刑之前，你俩一定得把这事给办了。沈子儿也算是长寿之人了，夜里睡着就过去了，也好，没遭罪。小鹏，你变化这么大呀！老了，能没变化吗？你还是厉害，只比当年走的时候长了几岁，还是做仙人好。也没想象的那么好。你呢？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凑合吧。你怎么样？平日里都忙些什么？主要就是修行打坐，偶尔协助师傅做点简单的小事，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啊，降妖除魔，普度众生，没那么夸张。过几天叫上咱们街坊的老朋友，一起聚一聚，大家伙都挺想你的。好啊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。是吧？听说，我这婶娘去世以后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也走了。你别傻了，你婶娘压根儿就跟你没有血亲关系，你叔叔早死了，在这世上啊，你早就没有血亲了。对了，上次答应了给他带糕点。就是这间，有事您喊我。哦。等一会儿阿梅来了，咱们跟他好好玩。我觉得你们阿梅，你来了，来坐。哦，这是阿梅。是啊，这是阿梅，是啊，这么年轻，太年轻了，真年轻就是啊，就是这真是他，真是阿梅。
哎，真是阿梅，瞧着可真年轻，一点也不像上了年纪。就是阿梅啊，你真成仙人了。阿梅，听说仙人都会飞天遁地，长生不老，你是不是也不死啊？没有，没那么夸张。人家都说了，天梯断了，修行者们上不了天，成不了神了。除了会点仙法，寿命长些，也没别的了。阿梅啊，那你得给我们展示展示呀！对呀，展示一下，对，展示，来一下，展示。那好吧。这就完事了。这就是点水成冰。我早些年出了点事，修炼出了些岔子，所以修为不算太高。不算太高，那有多高？元婴修者？金丹修者？我是炼气中阶。炼气期？哎，是不是最低的品阶呀？是。再低也比你强。阿梅，那你平日里没什么做的，你怎么不常回来看看我们呢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仙门中人不得插手凡间事，这是12仙门与朝廷定下的规矩。每个入门的弟子都要以道心起誓的，自然不可以随便回来。阿梅，我说的对不？是这样的，你知道的真多。那你认识一位姓陆的官员吗？谁？姓陆，名怀，穆鬼怀，曾经也是当地的县官。这是他的事儿，怎么提他干嘛呀？就该死！阿梅，你跟他认识？算是认识。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半年前，雍地大水，毁堤淹田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我们魏县还算是好的，听说水患最凶的那几座城池，当真是自隔山积，断发满城，家家户户食不存衣，哭垢如鬼，百姓们没东西吃，连杂草、胶泥、树皮都拿来果腹，当真是人间炼狱啊！后来朝廷下令，命周遭的州县向雍地派粮，并发布严令，严禁粮商抬价，需以平日粮价的50%向灾民收粮。各地皆按照朝廷的律令赈灾救民，可唯有那陆怀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反其道而行之，不但不遵上谕，还收受了粮商的贿赂，允许他们在魏县卖高价粮。一时间，魏县的粮价居高不下，各州知府联名上书，将那狗官判了个失职去官、流放3000里的罪名。可他却不知悔改，在公堂上大放厥词，胡乱攀咬，妄图开脱罪责，将别人拉下水，气得大理寺卿梁文锦梁大人亲自主审，判了他凌迟之刑。老邱，当日梁大人审陆怀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去看了吗？听到他们说什么了？嘿，那是关门打狗，没有还击之力。哎呀，只能狂吠，有什么说的？他是这样的人吗？阿梅，你怎么跟他认识的？哎，不管怎么认识的，反正啊，你别管他的事。一来，这是个贪官，魏县人人恨不得食他的肉，亲他的皮。对。二来呀，你是修者，修者呀不能插手人间事，胡乱干涉是要坏修行的。说得好。对，来喝酒，喝酒，来。我考虑好了，你很合适。我出生在魏县，少时得恩师指引入了仙门修行，至今已有60载。我修为普通，亲人也已离世。若我们成亲，我会给你烧纸钱的，
不仅清明烧，逢年过节烧，你的诞辰忌日我也会烧，反正不会让你在下面过得拮据。还有，我若成亲生子有了后代，也会让他们一同供奉祭拜于你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那成亲时候的物件准备怎么办？你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物件的话，婚服、头饰、花烛这些都由我来置办。官府那边我会去登录，如果一切准备齐全的话，就可以办婚事了。好。你虽然出不去，但我问过楚捕头了，成亲的仪式就在这儿办就行。你还有什么家人吗？我可以一并请来。我没有家人。朋友呢？也没有啊。我也没有，那就咱们俩。我们2个人足够了。你上次不是说再来看我的时候会给我带点心吗？点心呢？新仙子，这是你的糕点吗？我看你带进来的。我不要了，送给你吧。我忘了。你一个修行者，记性这么差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个给你。这些日子劳烦你了，我人在狱中，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些钱应该足够用来购买成亲时候的物件了。你可以多花些银子，让商家提前准备。虽然我的刑期已定，但如果有什么变数，提前了几日，也不至于让我们手忙脚乱。这是什么？礼物。给我的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在庙里开过光，保平安的。你呢？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是要送给别人的。好吧。新梅，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老板，按单子准备就行。新梅啊，见到你婶娘了吧？事情办完了吧？你多次违背仙门规则，修为低落3次了，千万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快点回来吧！这孽徒只听你的话，你不回来，这新鞋装为师真的1天都待不下去了。新梅啊，新梅，见到你婶娘了吗？事情办完了吗？你给师傅带句话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生他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2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，学一遍。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尚需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另外，阿生最是乖巧听话，你若不惹他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你们2人在家好好相处，等我回去。走吧。哎，六哥，你这闻什么呢？这么起劲？这是上次来的那个仙子落下的手帕。你可真变态！你懂什么？这仙子的味道让人闻了心里特别的美。什么不懂？六哥！
你起来啊！六哥，老陆，那六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差点把人家给弄死。你就不能等到晚上再动手？这光天化日的，说是闹鬼都糊弄不过去。还有啊，那青莲宝色玉环，你就这么送给人家了？那可是上等的护身法器，你不心疼啊？他与我结亲，终究是吃亏，就算是弥补了。你大方。这人呐，一老了就不中用了，还是修仙好，命长，身子骨也硬了。那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你会选择离家修仙吗？那当然了，谁不想做神仙啊？也不见得。个人有个人的缘法，但是得学会知足。世人求生活圆满，仙人求道行圆满。可到底什么才算真正的圆满呢？我虽遁入仙门，但是因为心性不坚，修为迟迟不能突破。家人养我一场，我未能在膝下尽孝，连这最后一面也未能侍奉在身侧。所以他们该怪我的，也理应怪我。这世上最牵绊人的，就是血缘亲情。你们是一家人，他们怎么舍得怪罪于你呀？看见那块地了吗？那是你祖父给你留的墓地。他老人家在临走之前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怕你修炼回来之后，寻不到亲人，特意给你留了这块墓地，也好让你落叶归根。大姑娘回来了，刚才好几家店铺来给您送东西，说是您在他们那儿订的，我瞧着挺贵重的，就给您放礼物了。劳烦了。老陆，新仙子送来的婚服，瞧着可喜庆了。先放这儿了，可惜了，你看不清颜色。新娘子，轿子都已经到了，在外面候着呢，可以上轿了。这就来了。过荣辱，飞檐成茧，世人各执一面，燃指心血，照之罪孽非喜，所愿为大道，西为归真为戒，
可有人敢将生死作废？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星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人。摩登眼角那片薄雪，白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火海渐远，何时才能还钱？粉身正袍不悔，手轻朝晖，回人间曙光照亮穹天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新娘子，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祝你往后余生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了。所愿为大道西为归真为戒。慢慢走，跟着我吧。旦夕之间，心消魂灰，星火就此燎原。你说何为天下最拙劣的告别？喋喋不休的杀虐。摩登眼角那片薄雪，白了少年再见。你说火海渐远，何时才能还钱？了却无休对决，手轻朝晖，回人间，这残局该有人来收敛。青丝绕一缕，结发共长生。这拜堂啊，理应有父母家人在堂，亲朋好友相送，但你们二位都是孤家寡人，既无父母，也无亲朋，所以呢，只能向月老磕头了。吉时到，白首之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佳偶天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新梅，多谢了。我也谢谢你。
我要走了。要回师门了？是要离开魏县了。我此次下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如今私事已经办完，我也该早日动身了。那你路上小心。你还有多久？快了吧，也就这几日了。你不害怕吗？怕呀，凌迟之行，千刀万剐，怎么不怕？但怕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这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能哭一场吧？那你后悔吗？什么？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收受贿赂，哄抬良价，违背上命，残害百姓，这些事，你后悔吗？打听我了。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宅在廊下养着一盆花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它带走吧，给它喝点水，别让它枯死了。好，我会好好养它的。别过来！你们是谁啊？别过来！哎，小胖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老伴儿听说你要离开魏县，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些糕点，留着路上吃。替我谢谢你，夫人，好吃。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啊，我去了陆宅。陆宅？陆怀的宅子？你去那儿干嘛？你跟他真的认识啊？这事说来话长，我的事你也知道一些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自出生就被批了命格，说我有寡秀孤臣的克夫命。陆怀啊，后日便要行刑了。你的案子虽然是大理寺亲审，已是板上钉钉了，可按照规矩，我还是要问一句：陆大人，你可有冤要审，有案要翻？也偏
无声他妥协。与其追恋风月，不如决然与苍生进退。绿刀剑是深念，是为不共身边。修为险，化飞烟，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。不怕迷雾遮眼，正义会太平眼。你听怒浪滔天，多少哀怨得以平息，多少人不依不偏。指天问缘，不让我做红尘落脚的线，明这一边，这就变对错真邪。天下危险，再有南下权贵随我经验。时间挑一个成全，每天角度天心是对，回到一许50岁，才算的日月同辉。指天问缘。